这位按辈分是叫哥的啊，是退休了，然后的话想住到乡下来，这是他的老房子。然后的话就是腐蚀的太严重了，他就重新的换一下。要搞得快档来哦，几十年没住人了啊。上面的瓦的话，他已经换了啊，换成树脂瓦。几十年没住人的话，这个房子暂时还不能住人啊。然后的话，全部要这样把它敞开，敞开了之后要放一段时间啊。这就是客厅了。退休了，住到乡下来，其实还是不错的啊。这就是它的一个小亭子啊。这个应该是一个老物件吧？哦，就是碾米的，就是用这种来碾米、磨面粉啊，都是用这种啊。就是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了，就是上面这个的话，就是放一个小柱子进去啊，就这样来磨。今天又和大伯进山去管理蜜蜂，这段时间的重点啊，都是进山管理蜜蜂。这种是五倍子，花开过后啊，都结籽了。有的朋友想看一下百合的种子，这个就是种子，还没成熟啊。成熟了之后，它还会炸开，炸开了里面就是一些小片片啊，然后它就会随风的自然的飘落到地上。然后的话，条件合适的时候，它就会发芽了，长成另一棵百合。这种应该是丛树菌，是的，还是夏季那个时候的啊。是丛树菌，还保存到现在。今年的丛树菌啊，还要下几天雨才能出来，要不然的话长不出来，地面太干了啊。这种是灵芝菌，不是灵芝啊，灵芝菌也是灵芝的一种啊。这个也是，这种是几只的排泄物，都成堆的啊，差不多20几斤吧。和大伯另外开一条路出来啊，走近路啊，上面的话就比较绕。这些杉木基本上一进山了之后，哪里都看到倒的有啊。那上面也是倒下的，隔路比较远，要不然这样的杉木倒下可惜了啊。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很大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冷，所以的话里面都穿秋衣了啊。这是一棵很大的酸枣树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地上应该掉很多酸枣啊，但是一颗酸枣都没有。没有的原因就是果子狸它连酸枣和一起吃，最后一堆排泄在这里。所以的话，这个季节啊，果子狸是非常猖獗的，因为它也要进入半冬眠状态了嘛，半冬眠啊，所以它们也要抓标。刚才和大伯是从那边走过来的。这延绵差不多将近20公里的地方，全部是我养蜂的地方。看起来没多远啊，但是你要走过去的话，基本上来回要1天了。阿米赞啊！哦，大伯刚才去看了一下尖栗子啊，我记得去年好像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啊，那可能是今年天气的原因。就是像板栗的那种硬果啊，坚果，它要从树上自然掉落下来，然后在地面上捡。这里有一只山螃蟹，应该是野生动物拖到这里面来吃的啊。这里面都有一股味道，应该野生动物在里面啊，那就不打扰它。有的朋友问我在大山里面养蜜蜂怎样防马蜂，这就是我的防马蜂方法。然后马蜂从这里钻进去，里面放一些马蜂喜欢吃的食物，它就出不来了。你们看啊，这里就是有几个吧，看得清楚吗？这就是马蜂蜂王，必须要在春季的时候用才有效。像这样的，我在大山里面就放了好几百个吧。因为春季3月份左右出来活动的都是马蜂蜂王，然后这些年我把马蜂的种群数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，它没有食物竞争了，它就不会出来危害蜜蜂了。哇，这下面这么多是鸡冠菌吗？没错，都还挺大朵啊，还挺不错的这一点啊。因为这个菌的叶片比较宽啊，还比较厚，所以的话这种吃起来就很不错。
这种的话，鸡冠菌，我们这边用的最多的就是用来做饺子馅。我和大伯的话，经常就是没做饺子嘛，也没做包子、饺子馅、包子馅啊。所以的话，一般就是用来炒肉，或者说和鸡蛋一起把它打汤。就是先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再把它剁碎啊，再和鸡蛋汤一起也非常不错。这种就是比较麻烦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种鸡冠菌是挺香的。随便摘一下也这么多，啊，是香的哦，香。这棵树就是一棵很好的菌种啊，现在就是把它摘的一个不剩，但是菌种在这里啊。下一场雨10天半个月左右了，又是这么多。即使不下雨的话，它也会长啊，就是说它生长速度稍微慢一点而已。现在早上温度还比较低，所以蜜蜂都没出来。把防毛手套戴的了。一般来说，在山里面的蜜蜂，如果说身上出一点汗，有一点异味啊，它是比较凶的。不过现在还好啊，温度比较低。到哪块的？到这个的。哦，那该加给的。就是做窝啊，已经做到下面来了。那现在就是在上面再加一个空格。如果说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蜜蜂开始活动比较猖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手套就必须要戴着。现在我估计只有一个11、12度啊。下面这棵树就是尖栗子啊，确实还没有啊。那是还要等半个月。半个月来的话，我们这边尖栗子是不少的啊。每次来检查蜜蜂都很麻烦啊，基本上都要看一下蜜蜂的发展情况，慢慢接。我给它帮一下吧。怎么样？虽然说马蜂种群数量被我控制了啊，但是还是必须要贴铁丝网啊，因为有那么一个把个的马蜂啊也会来光临一下，还有唐蛾啊、四脚蛇啊这些小动物啊也会去光临偷蜜蜂，所以这个铁丝网在大山里面养蜂啊是必备的。虽然说是崖壁啊，上面还是要盖一下，以防它有滴雨啊滴到蜂桶里面去了。这个也是我放的诱捕马蜂蜂王的工具，几百个啊，具体哪里还放的有，哪里没有，有时候自己都弄不清了。然后再把那些岩石缝隙啊，全部要烧一遍。就是蜘蛛、蜈蚣啊，那些天敌啊，白天就躲在里面。这样一烧的话，就能解决一段时间这些危害蜜蜂的害虫的危害了。有时候那些大的岩石缝隙里面，这样一烧的话，它就会钻出一条蛇出来。特别是那种老铁头啊，很喜欢钻在那些大的岩石缝隙里面。看能不能摘一餐葛德虫回去，感觉都快1个月没吃了啊。葛藤虫是我们这边百虫宴的百虫之首，也就是说它的味道啊，是所有虫当中口感最好的。你看这个里面是没有胀开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葛藤虫出去了，它里面会有一个洞啊，甚至整个全部都胀开炸裂了啊，那说明这里面是有虫的。这些是金银子，下个月应该差不多可以摘了啊。铁蛋，这几天被拴着的滋味怎么样？不好受吧啊，铁蛋？什么时候老实，什么时候放了你啊？昨天大伯拿了一只小鸡试了一下啊，它装的很乖巧，很温顺，谁知道不在了会怎么样？我看你是表演系出身的，铁蛋。
虽然说抽条了啊，但是它还不瘦，你看。不知道有没有一餐啊？和大伯一起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走了。你们这些家伙，我还要不要走？走。你又在这里干嘛，黑妞？又想偷鱼吃是不是？早上7点多出去的，现在都12点多了啊！现在弄午饭吃了，下午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。这种西红柿鸡蛋汤我是百吃不厌。那再炒一点酸鱼，还有葛根虫做午饭菜。没时间弄啊，差不多就找了1个小时啊。如果找1天的话，1天找个2斤应该是不成问题啊。有点空点。有好多空的。没空啊，确实空了也有很多啊。葛根虫会咬人的，小时候放牛的时候还生吃葛根虫，哇，那咬到舌头了，那不是一般的痛啊。很多都空了，你看这里有个洞，从这里虫已经出去了。你看这个是它的化茧的壳，出去的有出去的啊，然后进来的有进来的，因为到冬季下雪天的还有的，这个就是剥开这个壳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还比较饱满啊，你看的这个外壳就知道。你看剥开里面就是一条虫在里面，好肥美哦。难道这种就是葛藤虫吗？这个就是它从里面出来的，那么就这的，就是在我那跟在我里头刚出来的。哦，就是从这个化蛹这里面出来的。那这种叫啥虫啊？这么黑乎乎的这么一个，这个还不敢吃了。这些家伙现在是大闹天宫了啊，都搞得乱七八糟的。今天他们就要过来拿小猫了。有几位老人啊不方便，所以就叫大伯给他带过去。要不然走山路的话，万一摔着了啊，我还负不了责任。好了，和你们的母亲最后的道别啊。本来是留这只黄色的猫的啊，但是畜牧局的工作人员说猫会回交，也就是近亲繁殖了。那这样弊大于利了，所以就不留了啊。其实黑妞又怀孕了啊，今天看到她又驱赶秘密了。今天的食材有西红柿、鸡蛋、姜蒜、青红椒、鸡冠菌、酸鱼，还有一点少的可怜的葛藤虫，都是蜜蜂在这里啊。今天打一个西红柿鸡蛋鸡冠菌汤。西红柿，鸡冠菌啊，不多啊。再加入山泉水，火又小了啊！我们这边的土话就是火小了，家里有客要来了。再加入2个鸡蛋，起锅。哇，好浓了，水少了啊！西红柿鸡冠菌鸡蛋汤。今天的主菜酸鱼，用米粉啊盐，米粉比较好油，酸鱼又煎不出来油嘛，所以的话油要多一点。你们2只家伙就守在这里，这个铁头其实挺可怜的啊。
哪一只狗它都打不过。这个虎妞呢又特别的好强，你个虎妞！翻个面。哇，好香啊！鱼头要压一下啊，这样才能炸得更透。这种鱼头一炸透了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吐出来的啊，糊都吃到嘴里都酥了。这个鱼头已经炸得很酥了，看都看得出来。起锅。刚才又加了一点油。哇，好香啊！酸鱼也算是个大杂烩了啊。OK 啦，一锅酸鱼葛藤虫，这边还有一碗鸡冠菌西红柿鸡蛋汤。葛藤虫今天是找的最少的一次。找是找了一大堆啊，但是剥开的话都是那种成虫从里面爬出来的，就是刚才拍视频黑黑的圆圆的那种成虫，啊，应该这种羽化出来应该就是那种啊，这种炸香了，入口都是酥的，很香，比那个蜂蛹要好吃多了。葛藤虫和蜂蛹虽然说很像，但是吃到口里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，非常不错。鸡冠菌的话，一般我们这边都是用来炒肉打汤，今天是用它来打汤。鸡冠菌吃起来很有嚼劲的，其实鸡冠菌我们这边还是蛮多的啊，只是的话没时间去找，这段时间都在忙管理蜜蜂嘛，然后在路边上看到了就摘一下。这2天温度突然间呈直线下降，还有一点不适应了啊。晚上差不多可能只有10度左右啊，白天像现在都快1点钟了啊，差不多也只有17、8度啊，15、6度，感觉到还挺不适应的。等一下吃完饭啊，要等他们来抓猫啊，目前只有一位老人过来抓猫了。等他猫抓了，然后看时间早不早，早的话再去山里面。有2个鸭毛送完，让它慢慢断来。哦，那也是哦。大伯的意思是，不要突然一次性全部把它送出去啊，先留2只，就是让黑妞慢慢断来。哦，这个对啊，这个从医学上面的角度来说，因为黑妞虽然说现在已经满月了，快满月了，但是黑妞还在泌乳嘛。如果说没有小猫来吸乳的话，确实啊，对黑妞的身体状况也不行，容易得乳房炎嘛。而且的话，让它慢慢断来的话，一步一步来啊，让黑妞的话有个练习啊，就是不要一下子全部把它拿走了，就像之前第1窝一样，那黑妞的话，在烤房上面下面到处跑上跑下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啊，应该就是在找他的孩子。那就按照大伯这样说的去做吧，一步一步来吧。那就留2只啊，留2只，然后留个几天再一只只送出去。其实有的朋友他就不理解，他说，为什么一定要送村里老人？
拿到街上去卖钱不好嘛？那村里老人也养不活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村里老人他养完全就是为了陪伴啊，就像上次村里有位70多岁的老人，他本来是关在家里养的，然后我和大伯没考虑到他的想法啊，然后把他放出去了，吃到死耗子毒死了啊。他这次他说他一定关在家里面养啊，其实他们就是为了要一个陪伴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像70、80岁、80多岁的，甚至还有90岁的，那他没人和他说话的话，整天就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啊，这样很无聊啊。有小猫小狗陪着他总是好的。就像村里老人在我这里帮忙，有的朋友他说为什么不找年轻的，为什么让老人家来帮忙？村里就剩那几位老人了，总共就10几位。他们不来帮忙，没谁帮忙了。而且他们的话来帮忙，也并不是说他们就缺那150块钱一天，缺那一点钱。我想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老人他还想证明他有劳动价值，他还能创造价值啊，而并不是说到了那么大年纪了啊，就只能坐在家里晒晒太阳啊，去搓搓麻将。和村里那些老人堆在一起啊，说3道4啊，并不是这个原因啊，他们就是想证明一下，就是说自己还有劳动价值了，然后的话还能给子女减轻负担，啊，自己能挣钱，还能挣钱，还能挣自己的钱去花，啊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的话，村里老人也非常愿意过来帮忙。那现在吃完饭的话，就等那位巡山员过来，就是抓小猫，然后的话。还有2只小猫，就是大伯家的铁蛋把它鸡咬死的那位伯伯啊，等一下大伯就给他带过去，那就留2只，留2只，再过几天啊，再一只一只给他送出去吧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